大家好，我要來做一個很簡單的東西，就是行李吊牌。就是我要出門的時候，發現我的行李吊牌找不到，就是它很小，然後我不知道把它丟到哪裡去。本來好像是放在那個行李箱上面，不知道為什麼它就不見了。所以呢，現在我就要來自己做。好，那自己做的話就很簡單。首先呢，我們先把我们的資料key 在这個我們的那個，我就是把它印在紙張上，這個個資哈不能看。就是有名字啦、電話啦、地址啊這樣子，好，然後我們把資料 key 進去，然後呢，我就把它直接列印出來，然後發現其實我之前去玩的時候，就是我不是前陣子去葡萄牙玩嗎？結果我帶的是那種塑膠的那個，就是比較可愛的那個外面那種有點像矽膠的那個可愛造型的那個行李吊牌，結果直接斷掉，它整個不見。可能在行李轉盤的時候，因為它那個有點硬度嘛，好，就一點釘釘啊，不是印泥硬度哈，就是那個它有點硬的。結果呢，可能是卡住，它就直接截斷了。然後反而是我自己做的這個布料類的呢，因為它可以這樣子讓你這樣子搓揉，不會變，就是會爛的，但是它至少東西還在。所以我就決定這一次我要再出門的話呢，我就要自己做這個吊牌。好，那因為我還有一個要做，所以就順便做給大家看。那我們的吊牌呢，我的那個紙張大概就是名片大小，所以就拿我的名片來看。那大小多大呢？當然如果你要自己量尺寸的话，你就是看這樣子，你要的這個資料大小，然後前後2片，然後加上縫份，這樣就好了。好，然後就把它這樣子，然後這一條呢，就是這個帶子。那這條就沒有，因為我是要用那個這個是啥4合扣，那我又懶得貼襯，所以我就做寬一點哈，就是不要讓它太硬啊。然後呢，等下多層一點，它釘4合扣呢比較不會那個破掉哈，這樣子。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了超級無敵簡單的哈，然後就是我們先來車這一條，那這一條呢，我就是直接這樣3折，然後你要長度要長一點，因為我們最後要扣過那個行李箱的那個提把，所以你不要做太短，要不然你會扣不過去。好，然後就是長一點，我做多長呢？連縫份的話是20公分，好，長一點點沒關係。然後我們折完之後呢，好，這邊這樣子對折，折完之後，我順便跟你們講好了。寬度我是隨便剪的，我剪了9.5公分，然後就幫這樣3折之後再對折，好，這樣大約應該有1.5公分左右。然後呢，就把它車起來，上面就把它車起來。接下來就把它翻到正面，然後壓線就好了，還蠻簡單的。好，那我們就是把它4周壓線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嗎？如果你是用你自己做的這種行李吊牌，跟別人根本都不會一樣，因为你就是選你自己喜歡的圖案去做，好，然後就基本款這樣子，那你就比較不會行李被拿錯了。好，因為你如果行李被拿錯，真的是非常無敵困擾的一件事。好。所以呢，如果你是有自己的行李吊牌呢，在轉盤上這邊轉的時候，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行李。好，所以你顏色我顏色都用蠻亮的，遠遠的就比較能夠看到。好，接下來呢，我們這一塊布呢，表布我們就是對折，然後再對折。為什麼呢？要找中央點。那你在對折的時候呢，你記得那個縫份要扣掉哈。然後呢，我就把這一條放到這裡來。放到中央點，然後我這邊怎麼沒剪到？好笑。那我就車這邊就好了。好，就是把它放在中央的部分，只要放一邊就好了。然後呢，裡布這樣一起車過來。簡單手做就是有大的作用。好，然後呢，裡布壓線。把縫份呢往裡布那一邊，好，然後縫份裡布壓線。那本來呢，我有點想要做那個透明視窗，但是我又不想要讓我的個資一下子就看得很清楚啊，因為這個東西等於是說，萬一那個不見的話，我們才會去找那個資料嘛，所以我就是不想要那個個資被看得太清楚，所以我就沒有做那個透明的那一層。好，然後我可以然後你可以像這樣子把它剪好，
多餘的縫份把它剪掉，因為這個是我剩布剪的，我連尺都沒有拿，我就把它折一折我就剪了。好，這樣子之後呢，我們就把它打開，然後呢，這個繩子呢放進來中間，然後旁邊把它對齊好，用强力夾夾住。然後呢，我們就要來這裡要留一個反口，好，然後我們就來車這裡，把四周除了反口的地方四周車起来。那我還是會建議大家貼一下秤啊，因為那個貼了秤之後，它還是不會太硬哈，這樣子它這樣子看起來比較漂亮哈。好，然後多餘的縫份剪掉。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反口這邊呢，把它翻到正面來。好，那這個轉角記得大拇指穿進去之後，把它折好，然後壓住，再把它翻到正面，就慢慢的翻了，拉出來。它这個細長型的哈，你就會覺得翻的比較久一點。好，然後拿出萬能小竹塊給吐出來，把那個邊邊呢搓出來。接下來用錐子把它這個角教，這真的是平常沒有想到要教了，因為感覺這個很簡單啊，所以就不會特別想教。但是我現在要做，想想應該很多初學者，或許你也會想要試試看做這種簡單的手作，那就是順便拍一下。好，然後把這個反口呢折好，折好，然後把它扯起來。好，然後呢，再把底部塞進去，然後再萬能小竹塊再出動，把邊邊角角把它塞好。好，那如果你覺得說萬能小竹塊不好用的話，你也可以拿出尺，因為尺它就是方方的，然後就可以這樣子，這樣它就一定會很平。好像這樣子，它就一定很平。好，然後嘞，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周圍帶口車一圈。我是不是鏡頭有點太下面了？我調一下。剛剛覺得鏡頭有點太下面了，這樣你們在看比較看不到。我被當。好，然後我們再來把這個帶口呢車一圈起來。那這個呢，如果你想要做那個小香包啦，這做法也是一樣的，就像這樣子啊，把東西放進去，平安符啦，還是什麼辟邪的東西啦，都可以放進去。好，這樣子完之後呢，如果你現在把你的那個資料放進去呢，它會容易掉出來，所以呢，我的帶口，我有縫一下那個魔鬼氈啊，外魔鬼氈呢？剛剛它還在掉地上，只要小小的就好了，不用太大。那我們也只是說讓它不會東西直接掉出來就好了。所以魔鬼氈給它放到後面的正中央，然後跟前面的正中央這樣子把它縫起來就好了。好，另外一邊呢，就可以這樣子直接對過來。好，然後把它打開看，你就知道它要車在哪裡了。所以幾乎也不用做什麼記號了，你就這樣把它對好就好了。然後就車在最上面的部分。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個小带蓋啦，還是什麼，都是隨便你。那我說了，其實我這個東西我會做的很簡單的原因是，我要減少讓它卡在那個行李轉盤的那個多餘的裝飾，我都不要。好，就是避免說你有多余的帶蓋啦，還是什麼，你萬一不小心卡到，它就是直接斷掉。好，有時候你的行李可能也會壞掉。好，這樣子呢，我們就是完成了一個簡單的這個一個袋子，對不對？然後呢，我們就加上4合扣，
那事後扣呢，我都會先用這一邊的。那其實它這樣就已經很多層了，所以你也不用怕它破掉。那因為我找不到那個，很好笑，我找不到這個黃色的這一面，哎呦，而且我是臨時起意要做的，所以我有一台比較好用的機器哈，現在有那種機台型的那種釘扣哈，比較好釘哈，所以我現在還要用手動的，所以我找不到黃色的那一面，所以我现在就是一黃一綠，也是蠻好看的，配合這一塊布。我現在用手動工具哈，那我們現在有一台機器是可以再一壓哈就很緊，那這個的話就要哇使出吃奶的力，還會轉一聲呢，好像這樣子。那事後扣就壓緊，然後呢，另外這一面也是要挖個洞。那這一面的話要從裡面哦，哈，這個變成要在裡面。那你還是可以去整燙一下，會比較漂亮。現在有那個一個小機台非常好用，我们現在進一台多功能的哈，除了壓四合扣，還可以釘雞眼扣什麼的，還蠻好用的。哦，可以到網絡上，到我們的官網看一下，但是我好像還沒有在 FB 上直接介紹。好，就像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用的話就是把它打開，然後把你的那個資料，好，然後放進來，有沒有？然後粘住，然後扣過我們的這個行李袋，然後把它扣起來，好，扣過我們的那個把手，這樣子呢。就算你的行李啊，被罩還是說它突然被扭住，它因為軟軟的，它也不會斷掉或是怎麼樣，所以其實它還蠻牢的。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你們也可以跟我一樣哦，做一個這種那個識別的這個行李吊牌的那個，還蠻可愛的，對不對？金鈎錐的，就像這樣子，那就是剩布就可以利用咯。好，大家一起做起來吧，拜拜。做是件美好的事，就在清秀佳人